中国手机市场彻底凉了。曾经风光无限的智能手机江湖，如今却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末日浩劫。中国信通院最新公布的数据就像一记重锤砸下，2025年1月，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仅剩2724.3万部，同比暴跌14.3%，这数字简直惨不忍睹。而更让人稀罕的是，曾经被吹上天的 5G 手机也跟着一起跳水，出货量2363.8万部，同比下滑9.7%，占总出货量的86.8%。这哪里是科技强国的模样，分明是大厦将倾的前兆啊！你以为这只是个小波动？错了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。再看看智能手机的惨状，出货量2450.6万部，同比直接腰斩17%，占比虽有90%，但这数字背后藏着的是无数厂商的血泪和消费者的冷漠。更别提新机型了，虽然当月上市新机型36款，同比增长16.1%，其中 5G 新机21款，暴增90.9%，占58.3%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新机扎堆上市，市场却像是死水一潭，谁买单啊？国产品牌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数据显示，1月份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2284.5万部，同比下跌12.9%，占总量的83.9%。新机型倒是上了35款，同比增长25%，占新机型总数的97.2%，但这繁荣只是假象。销量下滑，利润蒸发，国产手机厂商们怕是连哭的地方都找不下了。曾经靠低价和高性价比杀出一条血路的国产巨头，如今却被市场无情抛弃，成了寒冬里瑟瑟发抖的妻儿。别以为这只是危言耸听，咱们拿数据说话。根据信通院的数据，2025年1月手机出货量2724.3万部，比去年同期少了整整454万部，这14.3%的跌幅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再看智能手机，2450.6万部的出货量，比去年同期少了502万部，17%的跌幅简直是断崖式跳水。这还没完 ，5G 手机2363.8万部的出货量，同比减少254万部，跌幅9.7%，这可是 5G 商用以来少有的滑铁卢。更扎心的是，这数据跟全球市场一对比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显示，2024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12.4亿部，同比增长6.4%，而中国市场却在2025年开年就来了个大倒退。别人家热火朝天，咱们这儿却冷得像冰窖。IDC 预测，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还将增长2.3%，达到12.6亿部。可中国呢？1月份的数据已经让人看不到希望了。再翻翻历史数据，中国的手机市场曾经多辉煌啊！2016年全年出货量高达5.22亿部，那时候国产手机厂商意气风发，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 轮番称霸。可如今呢？2023年中国手机出货量跌到2.72亿部，2024年好不容易回暖到2.86亿部，增长5.6%，结果2025年刚一开局就又被打回原形。1月份的2724.3万部，按这趋势，全年怕是连2.5亿部都保不住，这市场还能再惨点吗？ 5G 曾经被捧成中国科技的救世主，从2019年商用开始，政府和厂商齐心协力砸钱搞基建，推新机，信誓旦旦要引领全球。可现在呢？ 5G 手机出货量占比高达86.8%，听起来挺唬人，但同比下降9.7%的事实却像一巴掌打在脸上。Canalys 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球 5G 手机渗透率已经接近60%，而中国市场早在2023年就超过80%，可这高渗透率背后是消费者越来越冷淡的态度。为什么？看看价格就知道了。根据 Statista 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市场 5G 手机平均售价在2500元左右，
比 4G 手机贵了30%至50%。可问题是 ，5G 网络覆盖率虽然号称全国超90%，但实际体验呢？农村偏远地区信号差得要命，城市里网速快是快，可普通人刷短视频、打游戏用得着那么高的带宽吗？更别提 5G 套餐那动辄上百元的月费了。中国移动2024年财报显示，5G 用户渗透率达到75%，可 ARPU 每用户平均收入却只增长了2%，用户掏钱的心思早就没了。再看新机型，1月份 5G 新机21款，同比增长90.9%，这数字看着挺吓人，可销量呢？根据 X 平台上的网友爆料，有人直言新机型一个接一个，可我手里的 4G 手机还能再战3年，谁会花几千块换个 5G 壳子？这话听着刺耳，却道出了真相。厂商们拼命推 5G 新机，可消费者压根不买账，这市场还能撑多久？国产品牌的日子有多苦？1月份2284.5万部的出货量，同比下跌12.9%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。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 这些曾经的4大天王，如今却像被双打的茄子，一个个蔫了。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 vivo 以17%市场份额勉强保住中国第一，可2025年1月的数据一出，谁还敢说他能笑到最后？华为的处境更惨。2019年，它可是中国市场的老大，出货量一度占到近30%，可美国制裁一棍子打下来，芯片断供，海外市场崩盘。2023年，靠 Mate 60系列硬撑回暖。2024年出货4600万部，增长37%。可到了2025年1月，增长势头明显放缓 ，Tura 70系列和新 Nova 系列也没能救场。网友在 X 上吐槽，华为新机是挺酷，可没芯片就是空壳子，买了也只能当摆设。小米呢？2024年靠旗舰 Mi 15系列和 Redmi K 系列杀回前3，出货量增长15%，可1月份的数据却让人捏把汗。OPPO 和 vivo 也好不到哪去，靠低价和终端机撑场面，可利润率早就薄得像纸一样。Canalys 分析师直言，中国厂商在内卷中自相残杀，低端市场靠价格战，高端市场又打不过苹果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手机市场的崩盘可不只是厂商的事。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智能手机产业链直接从业人员超300万，间接带动就业超1000万。可如今出货量暴跌17%，这得有多少人要丢饭碗？粗略算一笔账，如果按30%的厂商倒闭或裁员估算，至少60万人会直接受到冲击。更别提物流、零售、配件这些下游产业了，一场失业潮怕是躲不掉。再看看消费端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跌至近年低点。2025年1月春节消费旺季也没能拉动手机销量。网友在 X 上哀嚎工资不涨，物价飞涨，谁还敢换手机啊？这话听着心酸，却是大实话。经济寒冬下，手机厂商的日子不好过，普通老百姓的钱包更是捂得紧紧的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政府不是有补贴吗？没错，2025年初，工信部推出了全国性智能手机补贴计划，号称要刺激消费。可 IDC 分析师泼冷水，补贴是能拉一把，可中国市场的问题不是缺钱，是缺信心。2024年地方补贴试点效果就不咋样，北京、上海等地消费者拿到几百元补贴，可换机率只提升了3%，这点小钱能就得了大命吗？更别提外部压力了。2025年，美国新政府上台，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，智能手机首当其冲。
IDC 预测，这会导致中国手机出口成本上涨15%。本来就靠出口撑场面的厂商，这下怕是要彻底歇菜了。说到底，中国手机市场这波崩盘早就埋下伏笔。5G 神话吹得太响，落地却一地鸡毛，国产品牌内卷太狠，外战又没底气，经济寒冬一到，更是雪上加霜。2025年1月的2724.3万部出货量，只是这场灾难的开场白。未来呢？信通院预测全年出货量可能跌破2.5亿部。Canalys 更悲观地表示，中国市场的好日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。